这玩意儿比我上次咬断那根粗2圈。铅坠呢？不要了。你能飘下去？游下去。游下去！50米，两脚柔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下精了。别下去太深。你在岸上等着，乖。今天只看50米。我跟着你。不用，你还是在20米等我。不，我要跟着你。你靠太近会挡光，我得先看清楚。我不挡就是。你12米长，我收起来。你收起来也大。让大胖在20米等吧。你真出事，他比谁都快。好吧。行，大胖在20米等。果然，我才是最牛的。看见两脚兽选了我，选了我，选了我。喂，大胖！两脚兽是发扇贝的，也是扣扇贝的。你今天话很多。没你的份儿，这是两脚够给我的。下去了，怎么连泡泡都没了？这趟下去要是空手回来，我真要给他上课了。姐上什么课？扣扇贝课。太快了，上次到这儿他喘了3下，这次1下都没喘，这不科学。20米的深度而已，我感觉很好。你下得太快，以前到这里你会喘。现在这个深度和在码头边游2圈差不多。你又说谎。你也在这里等我。35米，开始有点变暗了。40米，上次的极限。他上次在这儿停了4分钟才敢动，今天直接过去了。大胖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别喊，我又不瞎。那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说什么？我说他下去了，你不是看着呢吗？你别吵，盯着。温的，和丸子送来的残片一样。大概48米，终于感受到水压的存在了。边缘太光滑了，丸子捡到的残片，多半就是被这株东西撑掉的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一峰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丸子，我上来了。现在？这碎裂温度不高，节奏却很准，和裂缝里的电紫色根系对得上，热意不是单纯往外散。你停了。我先看一点东西。我不进裂缝，只看外面，放心。又滑又温，这海底不讲理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两脚兽，你怎么还没冒泡？它在下面，冒泡也到不了你嘴边。你今天懂得太多。闭嘴。大胖，你别闹，我在干活呢。干活？潜个水而已，你跟我说干活？倘若残片原本是封堵凹槽的塞子，那等同于海底异物的封印裂开一道缝隙。这件异物被根系拆解侵蚀，绝非一朝一夕。这岛屿的异常都绕不开这片圆盘。你又停。看路。你撒谎。这话谁教他的？大胖？不对，不会是自己学的吧？你心跳快了。那是呛的。不信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下面好玩吗？不好玩。那你还去？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明明不好玩还去，两脚龟脑子里装的啥？回来了，大哥哥没事。12分21秒，写错了，没错，那你以后都别写了。明白，10米以上观察，无异常。两脚兽，那10米以下呢？这里没有10米以下。哼，你们人类真会偷懒。你捕鱼的时候要有这悟性，也不至于。你今天是不是非要跟我过不去？我不至于被没空。没捡东西？没有。下去这么久，真是亏大了。你昨天乱动龙人箱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芋圆，收工！两脚兽开始乱说话了。姐，我们今天还没开工，那就提前收工。真没捡？没捡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腰上那个小网稳带骨的，当我瞎？姐，他腰上真有东西。有也不给你。我没说要。你眼神说了。烫烫的，什么怪石头？
这两件东西的热度节奏完全一样。我听见了，我对破石头没兴趣。那你别怕我穿根。我路过。你路过带着芋圆？姐说穿根凉快。芋圆，你今天别吃扇贝了。赵勇的弟弟赵强，估计开始行动了吧？吃，快点，等会儿两脚人真扣了你就没了。姐，你不是说今天不让我吃，我说了不算，扇贝说了算。扇贝不会说话，他被我吃了之前不会，吃了我替他说。好吧，大姐还是爱我的。石头不好玩，还是睡觉舒服。林老板，南边有东西靠近。无标志小型无人探测船，长度2米多，用电推进，速度不快。他在往3号网舱方向走。你抓的是海胆，不是刺球，刺球也能交差吗？海胆本来就刺。顶嘴扣半个扇贝。包子好凶，比隔壁大鹅还凶。3号网箱，1000多只翡翠生蚝，那东西现在别说卖，连给人看一眼都嫌麻烦。你怎么扫到的？我给水质浮标加了被动接收模块，本来是想监测游客船干扰，不是故意越界。10米以下我没看，真的。你做得很对。现在怎么办？赵勇很鲁莽，他的弟弟倒是谨慎得很啊，不上岸，不堵船，不碰保护动物。林老板，那船上有测扫声呐，还有水下摄像头，底部有采样臂，应该是海鸥 M7改装款。你还懂这个？导师课题组借过同系列设备，租金按天算，很贵。这种船能扫150米深，星辰海岛南侧不太适合让它扫。那是什么？不像鱼，也不像船，游得跟做贼似的，拐弯都不带水花，比我偷吃带鱼还小心。他在看下面。林老板，他距离南侧外沿300米，还在靠近。梁教授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没你的事。是不是有东西进我地盘？不是。那为什么不让我看？因为看了扣扇贝。芋圆，撤！梁教授今天心情不好，路过都不行。姐，那海胆还交吗？狗命要紧！包子又凶芋圆了。赵强啊赵强，你以为这样我就没辙了？260米，他开始降速了，探测器开机。他在探测了。我能咬吗？不能。那我撞也不行，我拿尾巴抽，会留痕的。那我干什么？我负责生气吗？你可以负责沉船，但别用牙。你行你来。我没你胖。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？墩子，去南侧快圈，别靠太近，看有没有第2艘。团子守3号网舱，任何东西下水取样，先缠住采样臂，别拉断。等我说。好。老莫暂时别动。大哥哥要动手了。林老板，他离3号网舱方位线还有190米。你今天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在加工棚吊水温仪。很好。林老板，如果那船自己沉了，只要没有外力痕迹，对方很难公开闹。海鸥 M7 右舷浮囊要是卡住，船体侧翻，摄像舱先灌水。这小子真是越来越懂规矩了。这玩意儿底下真脆，壳薄肚子鼓，还挂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看着就欠收拾。别碰摄像舱。哪个是摄像舱？下面那个圆筒。那它肚子在哪？前面，靠右。人类造东西为什么不按鱼的样子造？按鱼造，你也想咬？下方那块凸起处是什么？电池舱。能吃吗？不能。那怎么弄？去它右舷底部找一个圆形的东西，旁边有细缝。找到了。用背脊蹭过去，不要用力，让海藻和浮漂垃圾缠进缝里面。人类的坏东西，缝真多。干活。第2步，团子，给他一点暗流。现在呢？大胖，你从他正下伐方过去，用背顶龙骨，角度往右一点，顶完就走。那我很擅长，我从小就擅长用背蹭码头，今天终于坑对东西了。林老板，他进入120划线了。你水温仪调完了吗？还差校准，那就校准。明白。还没有横流，今天设备失控也不稀奇。他在看我吗？他看不清你。那就好，我今天不想被丑东西记录，那红点晃得我背痒。动手。我没咬他，梁教授，我厉害不？你看我连牙都没露，我是不是能多换半条带鱼？今天很听话，下次继续保持。海况复杂，小型设备抗浪差。你今天很会说人话。底下有东西掉了，让它沉下去。我能去压一下吗？你再碰
设备公司能在壳上验出你背上的皮屑，背也会掉皮？你天天蹭码头，你说呢？那我离远点儿。林老板，南侧那个信号没了。没了。设备失联，最后位置在外侧水域，离3号网桑还有距离。可惜了。什么沉了？没什么。我听见了。浪打礁石。浪今天也上班？姐，浪每天都上班。你是浪的会计吗？事情没完，赵强要是真派人来捞，照样要扯出不少事。信号丢失，3天48万。赵总，像是右舷浮囊卡落后失稳，电池舱进水，图传断了，本地群组也在船上。有没有外力？数据里有一次短冲击，但看不出来来源。要确认的话，只能打捞。位置：星辰海岛南侧外水域，暗礁多，水深变化快，附近还有特护区边界。我们如果派船过去，容易被海警问。我们蓝海生物哪来的环保巡检资格？问起来更麻烦。写设备部长报告，别提星辰海岛。那打捞这座岛比资料里麻烦。我今天是不是很文明？文明的很。那加餐吗？半条带鱼。我顶翻的是船，你也差点暴露。那2/3条。他该休也行，那就这样定了。梁教授，大胖有加餐，我们呢？你们今天提前收工，扣半个扇贝。玉圆，都怪你说浪每天上班。姐，这也能怪我？早上喂你的沙丁鱼呢？没饱，他吃了半桶，还说没味儿。太小太碎，追不上难搞，抹香鲸太大了，靠小鱼根本就不可能喂饱啊！我就说他吃的多，你还留他？你平时吃什么？乌贼，乌贼还要吃团子吗？闭嘴！我只是合理担心。你担心的时候嘴最好少开。我不吃住户，有味道的不吃。什么叫有味道？你的味道，岛的味道，朋友的味道。有味道的不吃，那没味道呢？深海有很多没味道的，能吃。老莫靠气味和回声分辨猎物，这个岛上的生灵不会被误吃。他饿也不吃你，饿很久之后呢？我自己下去找吃的。你伤还没好，能有你能下多深？800左右，但要慢一点。林老板，老莫今天换气频率比昨天稳，尾档活动范围恢复了大概30%。我只观察水面以上。你还会看抹香鲸康复？文献看过一些，不过文献里没写抹香鲸驻渔场还要交伙食费。他也要交，交给谁？我可以代收。你先把今天的海单交了。玉圆，加速！梁角荣要查账了。我去找吃的。听着，不去暗礁垃圾袋，别碰渔船和网，别带活的大乌贼回来吓人。死的也不带。那你吃什么？下去吃，吃好了再回来。你别去，为什么？你下不去那么深，我能下很深。你上次追马鲛鱼下到100米，回来骂了半个小时。你怎么什么都记？因为你骂的响。老莫的口粮无法估算，得尽快让他恢复，自己找吃的才行。咱们离老莫远点，他万一饿极了，闻错味道怎么办？正好我也不想上课，他不能因为害怕就逃课。今天放假，那我的教学工资呢？你什么时候有工资了？我教得好。你教会丸子说我饿了，然后全岛口粮开销翻倍。姐，这叫教学事故吗？你今天真不想吃扇贝啦？老莫还没回来，确实没感受到他的气味。希望他已经吃饱了吧，千万别饿着回来。他要是伤口崩了，得赶紧用生蚝治疗。你吃饱没？饱了。你这是吃的深海自助餐？罕见货。等一下，深海大眼贵，还有红宝石鱼，这个尺寸市面上很难见到活鲜，冰鲜都少。老莫用嘴兜回来的，比人类用网伸脱捕猎保存的更完整。这玩意儿送到蓝湾半岛，皮埃尔估计又要改菜单。给我的伙食费。他也交税。他比你懂事。我也教过海参。你还偷过扇贝。玉儿，撤！为什么？这里开始翻旧账了。够吗？老莫的饭不仅不用愁，出货还多了深海货，这日子可以啊。够。你这伙食费比大胖文明多了。我也文明过，我还物理超到过船。那是不能说。没事的，老莫。是吧？不吃朋友。凉，别碰。不吃。大胖昨晚巡了半夜，我没累。他刚才打了3个哈欠，水面都冒泡，那叫战术换气。你换气换到下巴差点磕礁石。我在检查礁石硬度。不如他嘴硬。梁角柔，你笑什么？我昨晚守了南边。辛苦你了。给我的。今天白天别跑远，吃完睡觉。我不困，我精神很好。你刚才把鱼盆当敌船绕了2圈。我那是确认安全。确认完就睡。
现在重新划分巡逻范围，豫园守东边洞头，马祖守2号礁，豆沙守浅水沟，陌生船靠近先躲不上去看热闹。姐，要是船上有鱼呢？不能看，看了扣扇贝。要是两脚人让看呢？那就离远点看，看完回来报备。报备有扇贝吗？报备归我登记，奖励由我分配。这小东西学得快，学歪更快。干嘛？包子，你这规矩最后怎么又绕到扇贝上了？没有扇贝，谁遵守规矩？姐，上次我们遵守了，也没分到。你今天巡东洞风大，我听不见。你要改出岛路线？以后不走旧路线。星辰海岛到石塘村原先是一条直线，也省时间，走得太顺就容易被人等。这条去陈阿婆那边，巴托加劳用多时10分钟，能避开主航道。退潮时这里水深不到1.2米，滨海镇方向这条路不能常走。不到6点返港船多，混在里面安全，但也容易被跟。进港走北口，出港走西门。这是什么？航线能吃吗？不能。上面有没有我的礁石区？这里画小了。你地盘就这么大？我还有税务影响区。什么区？路过就要上面的地方。税务影响区今天取消，再喊午饭也取消。姐，两脚兽开始修改规矩了。怎么那么吵？这玩意儿真的靠谱吗？两脚兽，这不就是海里会飘的垃圾吗？你话是有点多了，别凑上去讨嫌。鱼，离远点！两脚开始造进来了，姐。姐，新垃圾交税吗？先观察，别急着收费，万一这垃圾自己炸了呢？姐，你好有远见。说说，你整出来的这套东西到底干什么用？放在海岛外3个点做预警，它不主动发射声呐，也不扫海底，只做被动监听，机械噪声、螺旋桨频率、异常电测波、低功率图传信号。这东西能听多远？渔船发动机的话，2海里内就能抓住特征。如果是电推进无人艇，距离要近一些，800米到1公里，具体还要看浪和风。这个距离够了。我的目的不是拍证据，是提前发现异常，这样我们在岛上就能提前应对。你在岸上看家，看好东西。又不带我去。我帮忙。不用，我很稳。你上次稳到把浮球顶进网腔，那是浮球挡路。你一帮忙，浮球大概率会少2个。我可以轻轻帮。让我负责警戒。行，这个可以。再往左3米，地下没暗流，很稳。这里确实稳，奇怪，公开潮流图在这里居然没标。男1号上线。这个放我地盘，放外沿。外沿也归我税务影响区。你再说一句，今天管委会从你扇贝里扣。鱼儿，记住，两脚兽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弹碎。那什么时候弹？他切鱼的时候。为什么？那时候他手里有刀，不方便追我们。准头下降，建议加餐恢复。姐，
你上次被海绵砸中过，那次是风太大。不是监视你的，我不喜欢。保护网相用。那放，他会说话吗？不会。那就好，我怕会说话的。不会说话有什么用？但他能发现会惹事的船。那比你有用多了。至少他不会把鱼盆当成皮船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鱼盆是什么？这里退潮不能走，赏潮也要靠左。标出来，已经标了。最近赵强一直在四处打探，有了这东西，终于可以放松些了。大哥哥一身海水味儿。先吃饭，等男1号跑完第一组数据。数据不会饿死。我会。那你还不吃？这面都坨成这样了。谢谢。吃完再当研究员。我现在也算吗？你现在像修手机的。下午4点27，南边有一艘柴油渔船路过，距离外边1.8海里。频率了，应该是镇上那种木壳船。这个呢？游客快艇，速度快，发动机频率高，没靠近。无人艇能分出来吗？能。电推进噪声更细，峰值在这一段。要是同型号再来，南1号800米外就能报警。梁教授，我发现一条船，灰色那条。它很老。对，柴油机老化。我比浮标表。浮标没说要加餐。臭弟弟。谁加餐？按规矩，新增收益要交管理费。我只是路过，不谈税。姐，那我们今天谈什么？谈生存智慧，具体是哪一条？跑得快那条。从今晚开始，南侧、东面和石塘村新航线都有了动静。大胖不用再熬整夜巡水，团子也不用一直把万柱压在暗流里。预言，新规矩来了，撤！姐，铃铛算不算新垃圾？算警报型垃圾，以后听到这个声就跑。为什么？因为梁角兽放铃铛的时候，通常没好事。有用，至少今晚我们能睡得踏实一点。今晚不用守着了，可以好好睡觉。知道了，谢谢。谁？
酒店加餐吗？不是，酒店不给加餐，那它有什么用？提醒有人在伸手，能咬吗？暂时还没伸到岛上。那伸到礁石区要交税吗？伸到礁石区先跑，我现在是巡逻队长。巡逻队长也先跑。姐，那税呢？命没了，税就断了，先保税员。队长都跑了，谁来收税？两脚人这规矩不合理。梁教授，今天讲完发扇贝吗？先听课。很专业。姐，他写了什么？写了不要顶嘴。姐认识字吗？不认识，但他能猜。那猜得准吗？看运气。第一条，陌生船靠近，不许主动露头。多陌生算陌生？不是岛上的船，统统算陌生。你又想问什么？船上有鱼呢？也不许露头。有虾呢？不许。如果他们带扇贝呢？更不能露头。带扇贝也不行。不行，带扇贝的陌生人更危险。不是吧？扇贝也能当陷阱？人类太可怕了。姐，那两脚兽算危险吗？他不算。为什么？他的扇贝是工资，不是陷阱。工资比陷阱安全。那要是陌生船带鱼呢？你也不许露头。带鱼也危险。对你来说，带鱼一直很危险，容易让你失去判断。我判断很好。你上次把鱼盆当敌船，那是战术误判。第二条，陌生人问我的事，不许靠近听，更不能叼东西给人看。就是不能向外人展示我们部门实力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听见没？以后有人问我们抓了多少海胆，藏了多少扇贝，两脚柜几点睡觉，都不能说。可是我们不会说人话。我们能叼东西。对，就是不许叼。还好豆沙懂事，差点下不来台。陌生人丢食物引你们过去，也不能过去。有人拿手机拍，也别凑上去摆姿势。摆姿势也不行。不行。那他们拍不到我英勇巡逻。安全比英勇值钱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两脚兽这条说的好像对。第三条，以后从海底捡到奇怪东西，必须先报备，都不准直接拖回来。香的也不行。不行。这严重影响寻宝积极性。你寻宝积极性太高，容易把我送进去。那发现宝贝怎么办？先回来告诉我，不要碰，不要闻，不要咬，不要用海带捆。姐，上次就是用海带捆的，那叫运输方案。知道了，我以后不用。海胆算奇怪东西吗？不算。海胆、鲍鱼、扇贝按原任务交。上报有没有奖励？有。多少？看东西的危险程度，越危险越多。越危险越不许碰，你只负责报信。那报信保底呢？我平时是不是太纵容他了？保底半个扇贝，重大情况1个。擅自拖回来呢？扣3天扇贝。这条写进队规，未经批准运输未知物，扣3天工资。姐，我们有工资吗？理论上有。那实际呢？实际由队长统筹。那不就是没有吗？姐又开始转移话题了。每次谈到钱都这样。扇贝。那我呢？你记住一条就行。什么？别乱咬。这很适合你，简单。你也不复杂。我至少不用专门上别咬课。那要是陌生传进来呢？先报信。他要是欺负网箱，还是一样。他要是带鱼，你离带鱼远点。这条他记住了，我赌半个鱼头。我呢？你守3号网仓，陌生东西靠近，先拦住，不拉断，不拖走，能困住就困住，等我过去。我呢？你跟着团子，学会报信就行。报信有扇贝吗？他不是我部门的，不能领我们预算。丸子不吃扇贝，那他领什么？带鱼，一点点。带鱼预算归我管吗？你管得住自己的嘴再说。其实带鱼也不用很多，一小块就行。有牌子了。姐，有牌子就是正规部门吗？当然。从今天开始成立星辰海岛近岸巡逻队。下次鼓掌前一定先放下海胆。队长是谁？当然是我。副队长呢？也是我。工资还是扇贝？正规了。这几个整天泡在近岸的小家伙，不睡觉的时候比浮标还灵。玉元守东洞，麻薯守2号礁，豆沙守浅水沟。发现陌生船，先躲再报，
发现扇贝，发现扇贝陷阱，也报。姐，真扇贝呢？先交给我确认是不是工资。带饭了吗？你问的真直接。他昨天交使核费了。先别动。这条鱼犯过事吗？姐，它长得像扣过扇贝。能吃吗？能吃。丑鱼不好吃，不一定。那就是能吃。你这分类也太粗太乱了。哼，能吃不能吃，够用了。这条不送酒店。对，外形不适合上高端菜单，主要是端上桌之前，服务员得先解释半天。它会影响食欲吗？影响售价。那很严重。这3条品相可以，尤其是红宝石鱼，完整度太好了。够吗？够。今天的比昨天还好。这家伙话少，做事倒实在。别碰。我只是审查。晚上炖汤。我参与审查，有试吃资格吗？饭碗。成交。姐，那我们呢？你们属于旁听。旁听有汤吗？看队长心情。这塔的自己剥削学的比谁都熟。我也闻到了。你闻到就算参与了。我要尝。你一口下去锅都没了。我可以轻轻喝。你轻轻喝，至少半锅。闻吧，精神奖励。精神奖励又吃不饱。怎么样？它长得丑，但工作能力强。鲜味很厚，不冲也不腥，鱼肉紧，越嚼越香。这鱼丑归丑，确实能打。林老板，这批深海鱼价值不低，以后就按偶得斗深海稀有鱼走。偶得的。偶得是什么意思？碰巧捡到。那我也经常偶得。你那叫私藏。鱼员撤，审计来了。姐，审计是什么？查税的那种。姐跑得真快，每次提到私藏，她都这样。和聪明人合作就是省心。叫刘管事过来。皮埃尔在后厨。在，刚骂完冷菜煎。让他准备一套临时菜单，深海鱼不写产题，不写供应商，只做2桌内测。走采购系统吗？不走普通供应商系统，单独封存。以后星辰海岛的货全走零采备注。财务那边让他们找我。是啊，越好的货，越不能让太多人碰。完整吗？林老板说品相好，那就别让采购部那群人碰。上次有人把海蟹当普通货搬，差点把我的血压搬出来。方总已经交代了。认识林老板后，他终于像个懂厨房的人了。林老板送来的东西，好像从来不用问第2遍来源。